新的新闻出来呢，说巴菲特呢增持了原油股，然后他减持了什么？减持了苹果，是吧？好，那么等一下我们就分析一下哈，巴菲特这个增持原油股说明什么东西？还有呢，咱们 A 股开年的第一天，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中石油大涨。我想跟大家今天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呢，原油呢开始如此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在去年第4季度报的时候，看哈，他有3个增的动作，有几个减的动作。我们看到被炒作的最凶的是这个苹果哈。今天我们不主要讲它，很多人讲说，哎，是不是巴菲特开始不太看好这只股票？其实并不是哈，等一下我再讲。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呢，我们看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其实巴菲特呢已经连续几期一直在增加原油的股票。那今天我们再详细讲一下为什么增加原油股票，这个原油股票现在目前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看这个苹果呢，这里我不详细讲，但是我想跟大家就是简单分析一下，就是不要听就是一些人讲说，哎，好像并不看好苹果这只股票，其实并不是哈。我们除了它的减仓加仓的动作以外，其实最主要看的还是它的持仓的比例。它即使减了一些仓，但是它持仓比例依然是超过50%的，就是在占它总持仓的50%的。那么其实减这个动作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那苹果呢，它在回购股票，对吧？所以它流通股在往下降。那巴菲特他减仓之后呢，其实它占整个的这个可流通股票这个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苹果从去年涨了不少，所以它等于说苹果这只股票被动的在巴菲特的持仓当中增加了很多，所以稍微减一点也是合理的，等于说其实就是没有动。所以我们不要你看它有减仓就认为它不看好，并不是这样。我们除了看它的最近的行为，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看它现在持仓的比例。那我们看它有一个动作，就是加仓这个原油股。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巴菲特已经真的是加了好多次。我们看这个 A 股开年，这是什么股票？开年第一天啪涨了这么多，这是什么？这是石油股，这是中海油哈。如果你们去看中石油呢，也是涨了不少。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实呢，我们很早就开始讲原油方向。那今天我们再重新的捋一遍原油股票的投资的逻辑。我们看这些呢，是每一年美国的股票跟债券的回报率。那么在整个历史上，只有3年是2个都是负的，就是股票指数是亏的，债券也是亏的，只有这3年。这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是31年，我们看31年在哪里？这个是我们经常说的套利 K 线，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比率。它是什么比率呢？是商品除以股票的比率。这个数据不够长，那我们看下一个69年，69年大概是这个位置，22年呢大概是这个位置，看到吗？看到了什么东西？这是商品跟股票的比率。如果这个数据往上走，说明什么？商品大幅度的跑赢股票。如果往下走的话，就是股票大幅度的跑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股票大幅度跑赢商品已经超过10几年了，它已经到了一个极值。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说，在这种位置，我们等待的是资金逐渐的从股票跟债券往商品里面流动。那我们再看下面，看这是31年，这幅图是什么图呢？这个是标普500比上，这里是用 PPI， 就是标普500的实际收益率，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在这个蓝色的区域呢，代表的是通货膨胀的反面嘛，然后这个是通货膨胀，这也是通货膨胀，这也是通货膨胀，这也是通货膨胀。好了，现在就到这个位置了。我们看30年大概是这个位置，我们再看哈，1969年，69年这个位置，然后就是2022年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好多数据都指向着一个方向，有可能商品牛市要来了。在未来的可能长达5到10年的过程当中，资金会逐渐的流到
商品市场里面。好了，那大家肯定有点奇怪咯，那你在这个位置有，这个位置有，那这个位置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你看这个高点，从这年开始算的话，因为我们最早的数据就是在1930年左右啊，就是100年前左右，那这是一个点嘛，这是一个点啊，这是一个点，这可能是下一个点，对吧？那为什么这个3没有呢？没有在这个位置呢？看这是什么？这是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对吧？那在过去40年有一个趋势线，对吧？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按理说这个3是应该有一点处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股也不行，债也不行，对吧？可是呢，因为这个长周期40年这种长周期，它整体是往下走的，所以它就没有出现在那一点上，就没有出现在这个象限当中。可是呢，在20年的时候呢，商品牛市是产生的了，只是说股票跟债没有那么惨而已。看，这是商品牛市，就是2000年的时候，商品牛市依然是产生，商品相对于股票市场依然是大幅度的超跑。那我们看呢，现在目前呢又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从好多数据，我们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大宗商品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会跑赢股票。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我们开年的时候，其实巴菲特他在加仓，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原油股、石油石化股的行情不错，而且我认为这个行情可能才刚刚起来，我们可以再继续观察看。这幅图是什么？这幅图是黄金跟标普500的套利 K 线，也就是它的比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它又到了一个底部啊，这是70年，我们看前面那个点，一个是31年、30年左右、70年左右，我们看30年跟70年在哪里？30年在这里哦，70年在这里哦，然后下一次就产生到了这里，2022年这里。我们等待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好运》，它的作者曾经写过人生算法，他在最新这本《好运》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它里面有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均值回归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是很多人呢就失败了。为啥？是因为均值回归是一个长期的东西，很多人还没有等到它回归，短期波动就把它甩下去了。其实投资也是这样的，我们看长期的这种套利 K 线好像很明白，但是我跟你们讲，如果你仔细去看它里面的每一段历史那个东西，它都要等很长时间的，它不是你正好一进去市场就能给你马上让你均值回归的。所以均值回归本质上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你不能下牌桌，你下了牌桌你就输了，你就在牌桌上坐着等待着均值回归的过程，才有可能乘上这个东风。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美联储降息的过程会一波三折嘛，这个一波三折的这个过程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你们看哈，过去40年的这种时候已经过了哈，我们可能重新进入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通货膨胀的过程。但通货膨胀呢波动会比较大，在这一段呢美联储的政策看的主要是经济嘛，然后呢到这里呢大家就是美联储看的主要就是通胀了，然后通胀的波动比较大，所以说呢在这种时候呢它降息会格外的谨慎，因为通胀可能随时就起来，它不是像你想象那样你说把它压下去它就能控制住。这是我们年前讲的。后来呢在我们春节过年的过程当中呢，美联储的 CPI 出来了，再次的超预期上行了，于是乎呢很多人就开始讲了，说有可能呢说2024年降息都不太可能，就别说3月份的可能性或者6月份的可能性哈，有人讲说可能2024年降息都不一定了哈。所以预期总是在大幅度的摆动哈，可能过左可能过右，对吧？那我们讲说在这个从停止加息到降息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黄金呢就是贵金属类的，包括白银，它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波动。但是呢怎么样，就这一个过程当中反而是大家定投陆陆续续往里走的一个比较好的窗口。
我们在最新的数据出来以后，其实更加确定了我们之前的分析，就是说当他去考虑这个降息的过程的时候，因为可能处在这一个阶段了，那这一个阶段有可能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贵金属的波动就会比较大，所以就验证了我们之前讲的东西。但是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今天这场直播呢，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要关注 A 股跟美股的大宗商品类股票。20年之前吧，那10年大宗商品不好，所以它相应的股票也不好。如果你们看美股的原油，反正就是大宗商品类吧，包括黄金、白银相关的股票，它其实在过去这2-3年跑的不是很好的。我们可以看这个，这是那个商品跟股市的套利 K 线，它的比率就在这里呢，它往下走了一下，也就是说股市跑赢了商品嘛。所以其实这一段的股市呢，比如说你看那个苹果呀，包括科技类的都创了新高。如果你们观察那个标普500的话，也是都创了新高。可是呢，其实美股的分化是很严重的。你看它原油类的股票，在过去的1年当中吧，它就是横着走的。这个是美股的原油相关的指数。如果我们把这里画一个，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底的话，那么按技术分析来说，它应该到这个位置是它的最终目标价。但是在过去1年，它就一直在这个位置，现在又到了这一根支撑线这里了。这是原油，分化很严重，很多创了新高，可是大宗商品类的没有。我们再看白银相关的，这是月线啊，这里是2013年啊，这里是2024年。你看这个周期啊，现在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不是一个股票，这个是白银相关的一个指数，都是在底部的。其实美股分化很严重，我倒是认为就是说，从巴菲特这个第4季度的对原油、对这个大宗商品股的这个加仓的行为来看，包括我们的中石油、中海油都是开年表现很不错，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可能未来会有持续的行情存在。包括你看这里，虽然我们过去1年商品相对于股票呢有所回调，这是一个底部嘛，有所回调，这样的事情以前是很正常的，是发生过的。可是它一旦往上就冲得很快，它斜率很高的，它不会等你。本质上呢，我们投资还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哈，不要去抓那个尖尖底。关注 A 股跟美股的大宗商品类股票。